知道吗？说克洛琳德不能氪金，氪了反而得不到，因为克洛琳德不是咱叫什么原神冷知识啊？咱改名叫原神冷笑话得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氪金了，我满命了，我塞索斯满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一华。本期视频是克洛琳德游戏的细节冷知识。开始，克洛琳德出场以来换过好几次武器了。枫丹主线中，他拿的是铁锋刺；弗妮娜角色演示中就换成了海渊中许，到他的角色演示中就变成了专武射坠。在 PV 中也看得出他武器库有多充足，1级和40级的无锋剑，40级的银剑和铁锋刺。看得出来，他真的很喜欢铁锋刺。克洛琳德的职业是决斗代理人，嫌犯对自己罪责有不满，可以向其发起决斗，赢了可以免除审判，输了就得乖乖出庭接受裁决。在现实中，曾经确实存在过类似的制度，这是来自于日耳曼人的决斗传统。随着日耳曼入侵西罗马帝国后诞生的制度，名为司法决斗。在法庭许可的情况下，有争议的双方选择用决斗的方式决定审判结果，谁赢谁就是对的。决斗的剑术也是随着决斗的兴起快速发展，最后衍生出专为决斗而生的武器西洋剑。直到16世纪，随着文艺复兴和律法完善，司法决斗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。克洛琳德普攻结束后，会有个很帅的向右下挥剑的动作，这其实是剑术礼仪的一种。因为剑术是贵族的必修课，他们对于礼仪也是非常看重的，所以剑术上也要保持优雅的仪式感。对克洛琳德而言，每一次出剑或许就是一次胜利，因此给予对手最后的敬意也很合理。克洛琳德传说任务中，主角团烛影猎人的立绘形象都很符合烛影猎人圣遗物的风格，甚至林尼腰间挂着的就是圣遗物烛影猎人中的酒壶。给我们发的小徽章也是烛影猎人的标志，也就是克洛琳德头上的帽子同款。同时，地下剑酒的巨剑石碑上也有这个标志。我们还能整理这里的武器并献上花环，向这些烛影猎人表达敬意。都说到帽子了，那就顺便聊聊克洛琳德的服饰细节。他戴的帽子应该不是许多人传言的船帽，而是一种叫比克凯特的帽子，也叫三角帽或者尖帽。因为经常出现在欧洲传说英雄侠盗罗宾汉头上，所以也被叫罗宾汉帽。某种意义上也象征了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，因此作为烛影猎人的标志也非常契合。克洛琳德佩戴这一顶帽子，也指代了他具有烛影猎人传承的身份。接着往下，克洛琳德上身是荷叶边立领衬衫加黑色的开胸夹克，以及高到胸部的束腰开叉短裙。黑色的收缩色反而凸显了白色的膨胀，更加彰显了克洛琳德巨大的女性魅力。这种衬衫加束腰高腰裙的搭配还有个组合名叫杀死童贞服。当然，杀死童贞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常用，按现在语义来说就叫斩男。反正斩不斩你们不知道，我只希望姐姐斩我。不过，毕竟克洛琳德作为一名决斗代理人，该有的威严还是要有的。虽然这套斩男套装会显得克洛琳德很色，但他威严的军队披肩又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。搭配结合了神之眼的领花，威严庄重的感觉扑面而来。下身是黑丝裤袜搭配腿环，将其修长完美的双腿展现出来。鞋子是白色镶金边的翻领维多利亚靴，更凸显克洛琳德身形的高挑与尊贵。气场这一块拿捏得死死的。双手的白色翻折手套也不只是好看，我们都知道现实中冲枪开火后会有硝烟，手套的翻折设计能减少硝烟弥漫到身上。虽然游戏中好像看不见硝烟，但也不妨碍这个设计帅呀。什么？你问夏沃磊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设计？可能因为克洛琳德是小冲枪，而夏沃磊是加长的冲枪，一开枪有没有手套都无所谓了。最后，克洛琳德身后的载式披风，那是他师傅佩特洛尼拉留下的，上面图案是烛影猎人的纹章，上部分是鸢尾花，下部分像是交叉的双剑。我们之前视频提到过，鸢尾花现实中是法国王室的象征，在游戏中也算是代表了枫丹这个国家。在枫丹很多角色身上都能看到鸢尾花的元素，这里鸢尾花与剑的组合就代表了用剑守护枫丹的烛影猎人，这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罗宾汉帽代表烛影猎人也不冲突，一个是正式的纹章，另一个则是某种象征意义的指代。但不管是烛影猎人的纹章或者是标志，都已经逐渐被枫丹人忘却。正如传说任务中深藏于地下的石碑，他们是国家危难时才会出现的英雄，而他们的名字不再出现，才说明如今的枫丹足够的安全。烛影猎人们不求扬名立万，他们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所有人生活平静安定。烛影猎人不再出现，不再被需要，不再被提及，才是如他们所愿的盛世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，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？麻烦动动手指让我看到吧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最后一定要关注我，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最后感谢朋友时间，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。